自从11月9号，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俄军撤离赫尔松地区之后呢，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可谓是势如破竹。就在11月13号，乌军就已经成功在第聂伯河左岸建立桥头堡，使得俄军不得不一退再退。如今呢，更是连新卡霍夫卡都不准备要了。那么俄军为何突然撤离赫尔松？没了赫尔松的俄军，以后还能守住克里米亚吗？赫尔松之战呢，可以说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持续时间最长，也是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役。这次战役从2月24号正式爆发，一直到11月11号，俄军逃离赫尔松才算结束。这个地区有多重要，大兵也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它是俄乌战争以来俄军攻占的唯一一座乌克兰州府城市，是俄军的重大战果之一。如今俄军仅只是和乌军进行了几轮炮战就直接溜了。说实话，这个操作大兵是没看懂。如果早就打算撤退的话，俄军早就可以撤了，何必把2.5万精锐部队摆在第聂伯河右岸送人头呢？难道纯就是为了向俄国内证明不是俄军不努力，实在是乌军太狡猾？看来这赫尔松说到底啊，还不是自家领土，说丢就能丢。瞅瞅人家乌克兰对待本国领土，从马里乌波尔到北顿涅茨克，再到巴赫穆特城，无一不是寸土必争，不打到精疲力竭绝不撤退。而俄军呢，没有这种寸土必争的坚强决心。而且大兵也大胆猜测一下，俄军高层存在着极大分歧。毕竟从军事角度看，赫尔松在经过乌军海马斯一系列的断桥打击之下，已经是一座死城，完全没有坚守的必要。只有尽早撤离，才能最大的减少俄军战损。能让俄军守到这个时候的，无非是政治原因。毕竟这里是这次俄乌战争中俄军最大的战果，要是连赫尔松都可以放弃，是不是也代表着俄军占领的其他城市也可以轻易丢掉？因此俄军这种该守不守，不该撤又撤的情况，显得军事高层在战略问题上有着不小的矛盾。目前为止呢，俄军已经撤出赫尔松西部了，以第聂伯河为界和乌军对峙。在此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泽连斯基就发表视频称，乌军已经收复了赫尔松60多个村落的控制权，街上无数乌克兰居民都挥着国旗夹道欢迎。而乌军占据着第聂伯河西岸，其最大的战略意义就是在于让俄军不得不放弃对尼古拉耶夫的展望。这是因为两者之间是一大片平原，只要俄军能够在第聂伯河西岸立足，就占据着随时进攻尼古拉耶夫的主动性。一旦成功的占据尼古拉耶夫，俄军就可以到达下图当中的南布格河，并以此为屏障和乌军对峙。但是海马斯的出现打破了俄军的幻想，其超远距离的轰炸能力直接瘫痪了第聂伯河上的几座大桥，给俄军西岸的补给造成巨大的困难。而这次俄军撤离第聂伯河右岸后，乌军也将俄军完全赶出了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被俄军进攻的威胁彻底解除，他们将成为乌军的新的后勤中心。对乌军而言，就近补给，后勤是完全没有压力的。除此之外，在第聂伯河上的大桥被炸后，一部分乌军选择乘坐冲锋舟开到河对岸，开启新一轮的收复领土行动。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11月22号，乌军已经解放了第聂伯河对岸金本沙嘴一片。此前，乌克兰军方发言人也已经在电视上证实，乌军目前正在金本与敌军作战，其目标呢就是占领金本沙嘴作为乌军左岸的登陆点。该区域远离前线，可以说是左岸俄军的防守漏洞。乌军一旦攻克此半岛，并在此建立桥头堡，就能随时不断地渡海向东渗透到 P57公路，在连接 M17公路后，直接进攻克里米亚半岛。那么既然这赫尔松的俄军都撤离了，是不是代表着乌军有机会收复克里米亚呢？大兵对此是抱持肯定态度的。首先，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并不接壤，全部靠着一个大桥撑着，即便是现在大桥刚刚修复通车，也不影响乌克兰梅开二度。此前，俄罗斯之所以能在2014年兵不血刃的就拿下克里米亚，本身就是趁着乌克兰最虚弱的时候搞的突然袭击。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呢，乌克兰也始终在和俄罗斯争夺东部，并未进攻克里米亚，这也是害怕将战争扩大化。而现在呢，乌克兰已经不再惧怕俄罗斯，即便是其多次祭出核武神器，后方的英美法三国也都有应对。
这对于乌克兰而言呢，不仅没了心理上的负担，更是对自己目前以及盟友的实力的自信。而且从地形的角度上来看呢，俄军在放弃第聂伯河右岸之后，其他地方是很难守住的，因为这些地区都是无险可守。从这个乌克兰地形图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赫尔松州左岸地区海拔从北到南是依次降低，北面尚且有个100-200米，南面靠克里米亚和黑海的地方只有10几米海拔，而且都是平原地形，这叫真正的无险可守。除非俄军愿意在这里修一条马奇诺防线，不然不可能守得住。而且整个左岸的军备供应也都要依赖克里米亚大桥，如果乌军能用海马斯将大桥炸毁，那么整个克里米亚和第聂伯河左岸的俄军都是瓮中之鳖。这是11月5号的卫星图像，俄军已经在克里米亚北部位于赫尔松州检查站的位置开始挖掘新的沟壕，说明俄军对于赫尔松州的弃守也是做了预案的。一旦乌军打通了梅里托波尔或者别尔江斯克，俄军呢就被分成南北2个集团，赫尔松的俄军再也无法通过马里乌波尔铁路获得补给，只能退回克里米亚。可以说，赫尔松州剩余地方是能拖多久是多久，拖多1分钟都是赚的。这不，到了11月13号，更是有消息传出，俄战区新卡霍夫卡当局也准备撤离了。据报道，该地区当局负责人帕维尔·菲利普丘克在讲话中说，当地行政机构和居民将撤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表示，15公里区域内的居民应该准备离开，乌军极有可能炸掉新卡霍夫卡大坝。而且呢，为了快速撤离，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撤走的居民们将会前往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在那里他们将被安置在有取暖设备的设施中，1日3餐有保障，可以获得10万卢布的经济援助。这承诺什么的就不必说了，我想啊，只有那些有罪行前科的人才会急于逃离，正常居民背井离乡等于放弃生存基础。乌军不会炸毁水坝，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家园。不过大兵在仔细查阅资料之后呢，发现俄军其实也不一定就会炸掉这个大坝，毕竟其身后的克里米亚是个极度缺水的地方，他们使用的水资源基本上都是来自新卡霍夫卡水库。把新卡霍夫卡大坝炸了，能淹死多少乌军不好说，但是肯定要渴死不少准备固守克里米亚的俄军。而且呢，新卡霍夫卡大坝只能炸一次，炸了就没了。俄军要是真的脑子一热把新卡霍夫卡大坝炸了，那么乌军顶多也就是承受1次损失，而克里米亚当地的俄军就不一样了，他们可能天天都没有水喝，这种杀敌300自损3000的做法是俄军万万不能做的。而且俄罗斯方面已经出现了士气问题，从伊久姆到莱曼再到赫尔松，俄军这3场大溃败没有一次是血战到底的，在战场上被堂堂正正的打败，每次都是乌军还在小心翼翼的反复试探的时候呢，俄军自己先顶不住心理压力，而且这种心理崩溃呢，就像是古代军队的营校一样会传染，前一秒还好好的，后一秒俄军各支部队就开始争先恐后的逃跑。例如在伊久姆和莱曼的2次溃败之中呢，小卡德罗夫的车臣兵都被扔在了最后，这种恶劣的行为更加促进了恶性循环。这次撤离赫尔松呢，对于俄军士气而言是巨大的打击。同时呢，随着俄军一块撤离的还有俄占赫尔松当局，如今他们已经将首府迁到了亚速海边上的赫尼切斯克，这里距离赫尔松城约200公里。这次的赫尔松撤军在政治上对普京也造成了重大打击，毕竟这是俄军自开战以来攻下的唯一一座首府级城市，想必现在俄国国内的黄俄怕是要气炸了。反观乌军呢，最近士气是越来越盛，毕竟没有什么是比光复所有领土更加紧迫的了。因此乌克兰军队在成功收复赫尔松后呢，并没有歇息片刻，而是打算一鼓作气收复所有的领土。不过对于乌军而言，其目标呢还不仅仅只是在第聂伯河左岸占领一个桥头堡。根据最新消息，乌克兰已经开始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方向对俄军防线展开进攻。目前双方都表示击退对方进攻，最终的消息确认可能还要等几个小时。不过从军事角度来说呢，克里米亚是要比卢顿好收复得多的，毕竟卢顿背靠着俄罗斯本土，有铁路公路运输，后勤补给更方便。当地8年轮战，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城镇工业密布，进攻乏力。而克里米亚呢，就是一个半岛，没有严密的防护，并且也并不与俄边境接壤，
乌军只需要持续远程打击克赤大桥，便可以切断俄军的陆路交通运输线。这对于退守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的俄军而言呢，是十分致命的。毕竟陆运补给一旦受到影响，这两个地区的俄军很有可能会面临此前赫尔松俄军一样的情况。至于当地俄军的水运交通，还是算了吧，毕竟黑海舰队最近属实是表现拉胯，也不足以抵御大规模的反舰导弹的攻击。再加上乌军还在用导弹、火箭弹持续打击港口和机场，这样即使有部分空运在没有完整制空权的情况下，以俄军空军也不足以长期供给战争。当然，除了克里米亚之外呢，还有不少军事专家认为，在俄罗斯撤出了赫尔松西部之后呢，乌军的主动进攻方向更有可能是顿涅茨克、扎波罗热战线。首先，这些地区都是平原，十分适合乌军的装甲部队推进，并且如果乌克兰能够成功的切断扎波罗热，就可以将俄战区一分为二。至于说卢甘斯克那边的战线，大兵认为该地区主要还是离俄罗斯本土太近，再加上乌军又极度依赖跨河补给，主攻那一带的性价比远低于扎波罗热。再者，乌军的几个旅也对那一带已经进攻有1个月左右了，但是却没有见到太好的成效，反倒是俄军在动员兵不断上战场的前提下，很有可能对顿涅茨克战线发起一波攻势，用来快速突破。该地区的马林卡要塞、阿瓦蒂夫卡要塞都是乌军对顿涅茨克市的直接威胁。一旦俄军包围了阿瓦蒂夫卡，就可以尝试清扫巴赫穆特南部区域。毕竟俄军自30万动员兵征召完毕之后呢，还没有真正的发起一次攻势。但是即便如此，俄军被动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因为在收复赫尔松之后呢，乌军也可以抽出赫尔松的精锐部队北上，集中兵力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任意方向找到俄军的薄弱点，发起进攻。而俄军呢，却需要全面防守，难以判断乌军的主攻方向，要守住这1500公里的漫长防线，无疑十分困难。而且由于在收复赫尔松中，俄乌两军只打了炮战，不打巷战，乌军精锐损失极少。如今美国更是开始从韩国采购了10万发155毫米大口径榴弹炮，转手给了乌克兰。在韩国炮弹军购通道打开之后呢，乌军后续的炮火密度将进一步提升。除此之外，最近呢，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还表示，乌克兰已经有200名飞行员完成训练回国了。很快，乌克兰将得到北约援助的 F-16战机和 A-10攻击机，数量将超过100架。可以说，如今的俄罗斯在海陆空3个方面都受到了北约不同情况的压制。在空战中，且不说呢即将到来的 F-16，光是乌军自己的米格29，其出勤次数也已经在交战前领先俄军，频频发射哈姆导弹，摧毁俄军的 S-300防空雷达阵地。而海战方面呢，如今的俄罗斯怕是仅剩下潜艇敢出海了，大型的水面战舰只能龟缩在克里米亚军港。毕竟此前乌克兰的不对称打击能力属实是吓到俄军了。至于陆军方面，美国也贴心地为乌克兰援助了升级版的 T-72。考虑到俄军目前的 T-72 和 T-90 已经大量战损，只能被迫启动 T-62 这种老旧坦克，因此拥有升级后的 T-72 的乌军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可以预见的是，在2022年的冬天，压力已经完全给到了俄军这边，尤其是第聂伯河北段，若是北约援助的 F-16和 A-10能及时到货，一旦河面结冰，乌军的空地一体化将成为俄军的噩梦。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是先进攻扎波罗热还是先进攻克里米亚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